大家好，今天的视频我们从香港楼市再次跌入谷底和李嘉诚大幅折价卖房开始说起。数据显示，上月香港私人住宅售价环比下跌 1.24%， 已连跌2月，累计下跌 2.55%， 按年同比跌了 13%， 上半年累计下跌 3.1%， 不仅完全蒸发了全面撤辣后2个月累计 2.41% 的升幅，更创下近8年新低。与2021年9月的历史高点相比，房价跌幅高达 24.19%。随着房价持续下跌，香港的负资产情况也不断加剧。香港金融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香港住宅按揭负资产个案超过 3.2 万，同比激增 27.5%， 创20年以来同期新高。另有消息显示，香港银行的整体房贷里有 7% 是负资产。负资产是指资不抵债，即房价下跌至不足以偿还业主所背负的抵押贷款总额。内地大家比较熟悉的剧情是，这样的房子很多人就直接不还贷款了。前2年环境暴跌的时候，还出现过房子白送，只需要接力还贷的情况。如果真不还贷了，这些房子最终的流向就是法拍市场，后面我们会聊到。面对此情此景，中原地产的陈永杰表示，香港目前的楼价已达到最坏时刻。仲量联行也发出预警，香港楼价在下半年可能还会再下跌 10%， 届时负资产个案将会再度突破10万起。大招频出的香港楼市成交量反弹，最终没有超过2个月。很不幸，如此糟糕的表现被一语成谶了。不过有一说一，香港这波就是力度远超内地一线城市。2月底，香港宣布全面撤辣后，全世界的资金都可以进入香港买房，买房成本跟本地居民无异，不仅大幅减免了税费，买家需缴纳的税费由之前的最高 30% 只降至最低 3%， 而且调整了贷款监管要求，目前最高可以贷70%，以前只可以贷3-4成。关于香港，我想没有人比李嘉诚更明白其中深意了。就在所有人都沉寂在撤辣带来的成交量狂欢的兴奋当中时，李嘉诚做出了降价甩卖的决定，旗下在香港推出的多个楼盘都进行了打折销售，降价幅度在 23% 至 32% 之间。事实证明，老谋深算的李嘉诚又抓住了短暂的出货机会，把很多同行甩在了身后。说实话，李嘉诚的投资逻辑的确异于常人，但我对他就是喜欢不起来，主要是因为他太精于算计。尤其是在房地产投资层面，拿地几十年不开发或演戏开发，这是典型的捂盘惜售，严重扰乱了房地产市场秩序。这种做法不仅违规，也反映了一个商人钻营取巧、毫无社会责任感的特征。内地房企要都这么搞，中国的房地产就别发展了。上个月初，李嘉诚5折抛售东莞的楼盘也是故技重施，25年前以极低的价格拿地，项目长期闲置，就算收到巨额罚单也不悔改，依旧通过缓慢开发变相囤地，坐享土地升值的收益。有人算了一笔账，李嘉诚在东莞的项目虽然5折销售，但仍然整体血赚近10倍。这还不是最狠的。2001年，李嘉诚在北京以7亿元总价拿下了姚家园地块，惜售23年，血赚了51倍。我能猜到大家弹幕里会说什么，价值投资本来就是不停炒作，李嘉诚这样的大佬嗅到风险的味道，也会积极的趋利避害，这是商人本性。不过有一说一，这些年李嘉诚靠着囤地慢开发，的确赚得盆满钵盈，但他旗下的楼盘却无疑烂尾，单这一点就胜过了内地很多厚颜无耻的房企。说回香港楼市就是失败的话题，为什么大招频出还是救不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只说几个重点。一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其楼市受到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近年来由于经济增速放缓和市场预期不佳，影响了投资者和购房者的信心。二是美联储的加息政策影响了香港的按揭利率，因为香港实行的是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利率上升增加了购房者的供楼成本，从而抑制了购房需求。三是人才和资本加速流出，这不仅影响了经济发展，也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了负面影响。究其根本，还是供需关系发生了变化，受各种因素影响，购房需求骤减，导致供过于求，楼价下跌。下跌周期，大家观望情绪更加浓厚，最终陷入恶性循环。事实上，香港救市的逻辑和内地基本一致，既受疲弱的土地市场影响，也有财政赤字的考量。数据显示，2023年是香港卖地收入最低的一年，与此同时，香港的财政赤字也首次超过了1000亿元。宏观经济基本面决定了楼市短期不可能大幅复苏，所以也就不存在更大规模的救市。像香港、北京这种城市，确实可以靠取消限购强拉一把，但结果大家也看到了，并没有持续引爆成交，而是一批人趁机把房子卖给另一批人了。为了应对人才和资本外流，香港政府也一直在多措并举。从吸引人才来看，香港过去1年的努力是有成效的。截至2023年底，香港人口的临时数字上升至750.31万人，同比升幅为 0.4%。其人口上升主要由于期间录得51700名香港居民净移入，包括40800名单程证持有人以及10800名其他香港居民的净移入。近日，
香港政府更高调宣布，到2046年，中国香港特区人口数量预计将由目前的750万左右增至819万，增长主要源于招揽人才和输入劳工。所以这就和香港的租金市场的诡异变化对应上了。上月香港租金指数上涨了 0.2%， 目前香港房产的租售比已经到了 4% 附近，几乎是内地平均水平的2倍之多。租金上涨并不奇怪，这是香港高才通、优才通吸引人才的结果。据说今年内地一下子涌过2万家优质青年，这帮人能力超群，又格外能卷，严重冲击了香港的职场，同时也带动了香港的租房市场持续火爆。在一些论坛上，香港本地人更大骂内地高材生是公贼，把加班文化、内卷文化全带到香港了。这让我想起薛兆丰说过的一句话，让你加班的不是你的老板，而是其他愿意加班的人。在这个语境下看，这句话的确应景且真实。这也怪不得大家，毕竟现在的大环境是生存大于一切，很多时候人们的行动都是市场倒逼的结果，究其根本是就业环境太恶劣，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率，粗统计可能连50%都达不到。这种背景下，为了维持生存成本边界线，很多人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智联招聘的数据也显示，上半年毕业生为了找工作，甘愿自降薪资。对于更多人而言，应对复杂环境的手段则是极力压缩支出，一边暴打消费主义，一边对钱包精打细算。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最大化合理规划自己的消费支出。有人可能会说，我这仨瓜俩枣的真用不着，或者以工作繁忙为借口，不愿意去管理收入开销。其实不是的，赚的再多，如果花钱大手大脚，钱是很难存下来的。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简单省心的规划支出呢？接下来我想聊聊香港就是失败给内地楼市的警示与启示。毕竟现在来看，内地的情况远比香港复杂恶劣，而且是整体性的。比如中指院的数据显示，7月份百城二手房价格100%下跌，百城均价更是连续19个月下跌。统计局的数据也大差不差，5月份70个大中城市二手房价格全面下跌，6月份虽然有好转，但仍然有66个城市下跌，且跌幅不小。比较突出的是广州和武汉，分别环比下跌 1.5%、1.9%， 依然在加速向下俯冲。有人可能觉得这点跌幅不值一提，其实不然，这只是整体跌幅，现实中有些房子的跌幅可能超过 5% 了。也即是说，200万的房子一个月就跌去了10万左右，像这种一个月跌掉1年工资的趋势，任谁也扛不住啊。再比如前面提到的香港负资产法拍房，内地这几年也彻底爆发了。中指院数据，2021年至2023年，我国法拍房挂牌数量分别为 44.7 万套、60.6万套、79.6万套，而今年前5个月，法拍房的挂牌数量就已经达到 32.4 万套了，同比增长超过 70%。照此计算，全年的法拍房挂牌量有可能超过100万套。与挂牌量激增不同的是，法拍房的成交量持续低迷，即清仓率越来越低，整体清仓率只有 19.8%， 2021年同期接近 40%。另外，法拍房折价率也在下降，即价格越拍越低，3折4折的房子屡见不鲜。除此之外，商品房销售额和土地出让收入仍然深陷泥沼之中，前者上半年的降幅接近30%，后者和2021年高点比更是直接腰斩。坦率地说，上半年房地产仍然是经济和财政的双重拖累。更多的数据我就不放了，拉胯不是1天2天了，说多了大家该烦了，也不利于团结稳定。接下来说重点，香港就是失败给内地楼市的启示是非常明确的，政策的短期刺激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楼市急速下滑的问题，只能暂时缓解。即楼市的维稳需要经济环境的整体改善，包括就业市场的稳定、居民收入的增长以及对未来的信心。简言之，楼市的波动从根本上讲是经济大环境的反应。不说动辄销售额10万亿的楼市，我说点微观案例。我家小区旁边的少儿艺术培训，前些年经济好的时候是典型的消费升级行业，机构赚钱到手软。这2年大环境低迷，消费严重萎缩，很多家庭收入骤降，最先砍掉的就是这类可有可无的支出。事实上，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受房地产挤压影响，很多经济大省的消费已经被带崩了。上半年的 GDP 增长目标勉强撞线达标，但是拆分来看，全国经济规模第一的广东省仅同比增长 3.9%， 名义增速只有 3.7%。众所周知，全国经济的火车头一直都是广东，为什么现在广东反而开始拖后腿了呢？这和房地产有什么必然联系呢？上半年，广东省的3驾马车之2消费和投资均不给力，增速分别为 1.2%、负 1.5%， 只有出口增长 13.8%一枝独秀。单就消费而言，占广东省经济70%以上的深广佛广汇5个城市上半年的消费能力均不够看，其中深圳、东莞上半年的社销总额只增长了 1%， 广州、佛山、惠州分别同比增长 2.0%、2.4%、4.1%。拆分广州的消费类别看，在13个大类商品中，负增长的有5个，
汽车、石油及制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通讯器材类分别增长-15.4%、-4.7%、-1%、-3.7%、-11.7%。日用品、服装鞋帽等类别也只有1-2个点的增速。这说明现在大家是省大钱花小钱，极力压缩开支，即除了吃穿等生活必需品外，其他非必需品是能不消费就不消费，不换车、少开车，不换家电，甚至是不换手机。结合上半年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以及出口火热，我们基本能描绘出广东省的经济和消费现状。一边是生产高速运转，生产出来的商品大量出口国外，另一边则是省内的打工族不敢消费，把赚到的钱都拿去还贷或存银行了。综合上述分析，有人可能注意到了，广东省消费拉胯的均是住房成本高企不下的城市，上半年深圳、东莞、广州3地的消费最差，房价却是最高的。一言概之，人们都在为前几年买房欠下的巨额负债还债，及高房价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开始呈现了。楼市上行时期，由于边际效应递减的存在，房价上涨拉动消费的作用其实并不突出，但是下行周期对消费的挤压则格外明显。当前时期，稳楼市的内核早就不再是防炒作，而是防风险，这是20届3中全会一锤定音认证过的。通俗点说，就是防止房地产砸到地板上，拖累国计民生。所以要以新眼光看待房地产，房价当然要拖，但核心目标其实是扩大交易量，带动流动性，促进资金从银行流入消费市场。因为只有这样，资金才能充分流通到各个产业链、各个环节，就业与收入才能够稳住，这才是重建信心的治本之策。那么目前我们正在做的工作有哪些呢？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已有明确部署，接下来房地产层面的施策主要围绕4点：一是保交楼，2是加快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3是提高居民收入，4是财税改革，给地方更多税源，补偿卖地收入减少的缺口。必须承认，宏观部署抓住了所有的重点，没啥好分析解读的，大家都看得懂，主要看接下来的执行，说再多，地方执行不到位，都是白搭。我还是那句话，在滚滚大势面前，个人能做的实在太少，除了运气或者大能力，否则都要被时代车轮碾压。关于房地产的购买与投资，上期我们聊了长期持有的看法，头部城市优质地段的优质房产仍然可以购买，因为放水会继续存在，货币贬值推升优质资产价格上涨的逻辑依然说得通。于是有很多人问，短期能不能入手？短期看，刚需如果的确有进场的需求，不是不能买，前提是要多砍价，往死里砍价。这样做的目的是给自己留够安全垫，能抵挡住最大回撤的冲击。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老老实实等风来吧。